吃过梅菜扣肉，也吃过粉蒸肉。那你吃过梅菜粉蒸肉吗？反正我是没吃过，所以我打算今天来试试看。买了点梅干菜，已经按说明书泡了30分钟了。我来清洗一下。它号称是无沙的，但是一洗盆底就有这么多的渣，我就多冲几次吧。朋友们，猜我从水里发现了什么？一颗巨型的，这都应该叫石头了吧？啊，我觉得我已经洗了10几遍了，水已经差不多清了，就这样吧。然后今天肉的部分用的是排骨，本来想再掺点五花肉，但是没有满意的了。说实话，这个排骨我也不是很满意，但我今天出门有点晚了，就能怪得了谁呢？排骨已经洗干净了，直接开始拌吧。先把刚才洗好的梅干菜倒进去，有点水也没关系，反正一会儿还要加水的。今天我打算吃原味的，所以我就只加盐。给这种生肉调味真的是不太好掌握，目测应该差不多了。米粉用的是这种人家现炒的，里面有些黑黑的点，不是虫子的尸体啊，是草果的粉。这个米粉自己就非常的香，它里面加了很多香料一起炒的，不过没有盐。市面上袋装的那种就一般都有盐，还有味精啊之类的。今天这个梅干菜粉蒸肉，虽然我完全没有吃过，但就是那种你想都不可能难吃的菜呀。这种组合就怎么能难吃呢？至少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的。感觉粉有点少，我再加点，也加点水。其实一般做法里还会加油，不过我这个排骨已经有一些肥肉了，而且我不想吃太油的，所以就不加了。直接用手来拌是最快的，但是不想用手，就只好用筷子在这儿费劲。OK， 到这种程度就应该差不多了。外面卖的一般底下会垫一些什么土豆呀、红薯呀、南瓜之类的，但是那些我通通都不爱吃，所以我就光蒸排骨，所以也就懒得换容器了，就直接用这个吧。直接放到蒸锅里开始蒸。当然在这里要友情提示一下我自己，因为不是用高压锅，是用普通的蒸锅来蒸。虽然已经放了一大锅水，但中途还是要时不时来检查一下，否则这个锅就会和过去不幸离开的一些锅一个下场。这锅已经蒸了2个小时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来炒个素菜一起吃。今天买到的苋菜是很红的这种，就是有点多，炒了一会儿就可以把第2批放下去了，随便加点盐。一大锅菜炒完就3筷子。让我来看一下粉蒸肉啊，开盖就把我香晕，虽然颜色看起来好像有点平平无奇。准备开饭，因为这个肉外面裹的都是米嘛，我今天就不吃米饭了。粉蒸这种做法的优点就是它可以把肉汁锁在里面，所以肉就会比较鲜美多汁，不柴。它已经可以轻松脱骨了。梅干菜就稍微有一点点咸，而且吃着稍微有一点寡，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没有在里面放油。一个证据就是这个排骨有脂肪的部位真的更香更好吃，人类果然不能没有脂肪。怎么说呢，今天的这个梅干菜粉蒸肉是好吃的，但它没有好吃到我预期中的那种程度。我还想着把2样非常美味的东西结合在一起，它就应该更加美味，但是就还好。梅干菜的味道和肉的味道有点分离，也有可能是粉蒸这种做法米粉就把它们阻隔开了，所以它就融合不到一起。我觉得下次可以提前把梅干菜在油里面炒一下，或者之类的，加点油。就这种干菜还是有油的话，它的味道更能吸出一些。底下还是会有点蒸出来的油的，让我挖掘点底下的。吃起来味道好像没有本质的区别。还有个可能性是我买的梅干菜就不够香，好吧，就把它想成美味的粉蒸肉，加上一点不知道哪来的干菜香。如果说今天的主菜是平凡的好吃，那今天的配菜真的是难吃。我真的很久没有把一个菜炒得那么难吃过了，然而我还是会把它吃完的。